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解析卡这个频道。今天看到 Bruce 就知道又是一个聊天节目了。前一阵呢，我发了一支关于最近自己断舍离的长影片啊，结果收到不少朋友的留言说：“哎呦，小郑啊，看了你这个影片呢，我也去断舍离了。但是呢，整理了一半就实在进行不下去了，这个呢也不舍得扔，那个呢也想继续留着，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我很能理解大家，因为几年前呢，我也是这样的，总是整理了一半就半途而废，根本没有办法断舍离清楚。那究其原因呢，我觉得当时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心结没有打开。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支长影片，分享我当时碰到的5种困难，看看大家有没有中招，抛砖引玉，送给有缘的朋友。老规矩啊，所有能购买这个单品链接呢，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和 WeChat 购物群，我也会把群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在这个群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大家第一时间可以买到，同时呢还有更新更好的折扣。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断舍离不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我感觉就是舍不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呢，我自己就有一个很贵的莫奈的包包，这个包应该是我2018-19年我回上海出差的时候买的。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真的是心在滴血，因为非常的贵，大概也有5-6千美金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一冲动哦，就刷卡买下来了。但是买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啊，最主要呢，这个包包的开合其实不是很方便。如果它本身是个小包呢，我日常嗷嗷造型也就算了。但是重点是我当时呢，因为了通勤用，我买的是个大包。大包嘛，就是为了放东西的。结果呢，你放了东西，但是这样打开包包特别不方便。所以我买回来呢，就觉得这真的是买了一个巨大的积累回来。而且这个包包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是呢，单柄包一般是比较偏复古的，做的比较小巧呢，会更好看一点。但是当时呢，我买的是一个最大的尺寸哦，所以其实拎在手上呢，会感觉不太协调的。我呢，买回来没多久就想到，哎呦，这实在不太能用啊，那要不就把它断舍离吧。但是呢，实在是不舍得，因为好贵好贵的，我感觉都没用几次就这样断舍离，是不是太浪费了？要不就多用几次哦，用回本，物尽其用，再把它断舍离吧。但其实后来呢，我也没有多用几次。我冷静想了一下呢，我感觉自己是掉入了沉没成本的圈套。所谓沉没成本呢，就是指已经发生，而且是不能收回的成本。换句话说呢，沉没成本呢是过去已经支付的成本，未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无法改变这一笔已经花出去的钱，或者是花出去的时间精力。但是呢，人类呢总是对沉没成本有着一种天生的执着，不肯放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到过，比如说我们日常等公交车吧，等了10分钟，公交车不来，哎呦，我觉得等都等了10分钟，再等等吧。然后等了30分钟，公交车还没有来，这个时候你是决定继续等下去呢，还是说我改一个策略，我去坐地铁或者是打车呢？很多人呢会想，包括以前的我自己啊，就会觉得，哎，我等都等了这么久了，我要不再等等吧，说不定过2分钟车就来了，毕竟我已经等了30分钟了。但是呢，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是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的，因为你已经等的这30分钟呢是已经发生了，它就是沉没成本，无法收回了。那回到我这个莫奈包包身上啊，也就是说呢，我之前花的这一笔钱，它就是沉没成本。无论我今后是继续用啊，或者是把它断舍离，都不会改变我已经花掉这笔钱这个事实。记住啊，把它断舍离并不会让我损失更多。但是呢，如果我继续用这个包包的话呢，一方面它占据了我本来就不大的这个衣橱的宝贵空间，另一方面呢，每次打开衣橱看到它，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我脸上哦，提醒我你怎么这么蠢呀？怎么会买这个包？不啦不啦不啦，给我产生了无穷的内耗和烦恼。最终呢，我决定还是把它断舍离掉。已经花掉的钱呢，反正也是无法挽回了。但是如果让它继续占用我的空间，让我继续精神内耗的话，就是双重的浪费。还是 move on 吧。一句话总结哦，
不要纠结过去，沉没成本是无法收回的，往前看，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腾出手去拥抱更美好的未来。我之前呢买过不少精品大牌的东西虽然我嘴巴上不承认，但是今天我就坦白吧，真诚的面对自己我想说的是，我买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通过拥有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举个例子比如说我4年多前刚到纽约的时候呢，没多久我就买了个铂金包。我买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看到其他博主都是人手 N 个，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也需要一个，这样拍照的时候拎出来就很有范儿，显得我混的也不是很差的样子，所以我就斥巨资买了一个。再比如说呢，我差不多2年多前买过一个 Chanel 的垃圾袋当时呢也是因为看到博主们都是人手一个，我觉得哎呦，我也得要有一个，不然就落伍了。但是呢，这2个包其实我买回来都挺后悔的。先说 Chanel 这个垃圾袋我跟大家讲，真的浅灰色是最难搭配的颜色，没有之一。1年就背1次，因为真的找不到衣服配而且呢，每一次背这个包的过程是反过来的，因为正常的人呢，应该是先穿好衣服，然后呢，在包柜里面找一下我应该拿个什么包跟我这身衣服去搭配。但是因为这个包太难搭配了，是要反过来的，就是我想好明天出门要背这个包，所以我要找一套衣服来配这个包，就本末倒置了，特别的奇怪。而至于爱马仕那个铂金包呢，当时呢我买的是35，这个包包确实是尺寸太大了，而且呢因为它是个金棕色，颜色呢又是比较难搭配的，再加上尺寸那么大拎上去呢就真的感觉到很难搭配衣服。所以买回来我也基本上没有怎么用过。更重要的是呢，因为它很贵嘛，虽然我也是二手店买的，但是依然是很贵我就很担心万一我出差旅行的时候有小偷到我家里面把这个包包给偷走了怎么办，所以我还给这个包上了保险反而就是给我增加了负担，你知道吗？最后我发现明明买包是一件蛮开心快乐的事情，到我这里就变成了徒增了很多的烦恼。其实我之前呢也想过把它卖掉，但是呢最后都放弃了，因为我总觉得哎呦，好像还是需要一点 logo 来装点一下门面不然我这个拍照拍视频就显得很寒碜好吗？跟其他博主不能比，不行啊。但是呢，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最近1年蛮深刻的体会就是用这些拥有的东西，用 logo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是一件挺没意思的事情。一方面呢，当我发现自己需要用东西来证明自己的时候，就说明其实我是很没有自信的。这些东西，这些 logo 呢，恰巧就是用来掩盖我自己的不安，为自己壮胆。那久而久之呢，我的自我价值就越来越依赖于外界的认可，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稳定的、逐渐成长的内心。第二呢，这样无形中就会把生活变成了一场没有止境的追逐，那不就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吗？我想通之后呢，就把这些为了证明自己而买的精品大牌就全部断舍离掉了。如果大家最近有关注我的一些新的影片，就会发现我经常都不用什么大牌包包的，有的时候手上太空的话，我就拿一个咖啡杯或者抱2本书，我觉得也挺好的。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并不是说所有人去买这些精品大牌都是错的，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自己当时的这2个包包纯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身份地位而买的。那么我今后还会买这些精品大牌包包吗？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吧，但是呢，在以后的挑选中，我希望自己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为了证明自己过得很好，因为别人也有我也要有才去买，而是说因为我喜欢它的设计皮质和我的气质品味比较能够符合我才去买这个包包，不一定是大牌，任何牌子都可以。多多培养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我觉得要比一个 logo 呢会更加的重要一点。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不要用这些 logo， 用外在的东西来定义自己，不适合自己风格的、装点门面的这些东西呢，可以早一点断舍离掉。
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和 WeChat 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全球更新更好的折扣。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我还有很多衣服、鞋子、包包呢，也一直舍不得扔。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条鱼尾裙，这样的针织裙，非常的好看。我应该买了有10年了，但是呢，最近3、4年我基本上没怎么穿，因为我有点长胖了嘛，就是根本穿不下。但我又不舍得扔，我就觉得，哎呀，说不定过2年我就能变瘦一点呢，也不用很瘦啦，就回到10年前就可以了。再比如说呢，我之前还买过一条很好看的红裙子哦，一直没有场合穿，但我也很多年都没有扔掉，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裙子万一以后有机会就能穿上了呢，还是留着吧。就这样哦，有一些单品呢，在我的衣橱里面躺了很多年，就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那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我把这些东西给断舍离呢？其实原因是很巧，我和一个好朋友有一次打电话，他在澳洲，然后他跟我说，最近发现身体上有某些地方不是很舒服，他明天要去看医生，看看可能是不是有癌症啊等等。我一听都吓坏了，我说啊，这，你不担心吗？我就担心死了。然后我朋友说不会啊，我不担心啊。我说你怎么可以不担心呢？你不计划一下吗？他说还没发生呢，等明天我去看了医生，如果确诊了，那我再担心，我再做计划。今天还没发生呢，我为什么要为没有发生的未来去担心呢？今天嘛，就过好今天的日子就好了呀。这句话他说完之后啊，我真是醍醐灌顶，而且他还跟我讲，你知道吗？我们担心的事情，按照统计学，好像是95%都不会发生的，你根本没有必要去瞎担心。真的，这个话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因为作为中国人吧，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怎么可以不为未来担心，不为未来计划呢？但是呢，事实就是你太多的去为未来纠结，为未来担心的话，你就很难能够活在当下。人生是这样，其实我们的衣橱也是这样的，总是想着，哎呦，说不定未来有机会能穿，说不定未来我瘦一点能穿。那我们现在呢？所以我就想了2个办法。第一，如果这样东西我是真的特别喜欢，那我就给自己设一个1年的 deadline， 从今天开始算未来的1年。如果这1年里面我都用不上，穿不上，那肯定以后也是穿不上用不上的，我就在我的手机 calendar 里面标注好，1年到了，如果真的用不到，我就把它断舍离。第二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对它就是一般般那种感情，那我就会问自己，未来如果哪一天，比如说我要参加活动啊，或者我要参加朋友的婚礼啊等等，如果我没有这条裙子，我有其他的备选方案吗？那答案是肯定的。大家记住哦，没有一样衣服、鞋子、包包是不能替代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妈的那句金句啊，那就是好东西买不完。那这里我也感谢一下我这位好朋友，他的身体呢也一切都安好，我也很开心，也很感激他教了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课。一句话总结就是，多考虑一下现在能不能用得上，而不是总想着未来也许某一天能够用上，因为毕竟好东西是买不完的。还有一类东西呢是蛮难断舍离的，我很理解，那就是有情感依附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第一次约会时穿的小裙子啊，或者说父母送给我们的第一个礼物啊，又或者说朋友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啊等等，因为它承载了很多回忆。就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以前是收集冰箱贴的，我每去一个地方呢，都会买一个当地的冰箱贴，贴在冰箱上，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而且呢，这个冰箱贴我收集了好多年，我当时从上海搬家到美国，美国搬家到澳洲，都一路随着我搬家去啊，可想而知我有多么喜欢。但是最后我还是把它断舍离了，有几个原因啊。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家里的装修呢是比较干净整洁的，那冰箱贴呢，你一旦放到了外面，无论你怎么样把它排列组合，想弄得很干净，都不可能很干净，就是和我整个家的风格是冲突的。
那如果你把冰箱贴呢放到盒子里面的话，我可以保证我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打开去看的。后来呢，我就仔细想了一想啊，其实呢，这些旅行的美好回忆哦，都已经在我的脑子里啦，而不是仅仅在一个冰箱贴上面。会感谢他们的存在和陪伴，然后呢，果断的放手。之后我就把它送到了二手店里面捐掉了，我也挺开心的。但这些记忆呢，永远在我的心里。你问我现在过了这4、5年，我后悔吗？我一点都没有后悔啊。因为呢，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只有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永远都会在我的记忆里面，绝对不会磨灭的。很多朋友呢一直无法断舍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工程量太大了，想想就觉得头疼，不想开始。或者说呢，一整理就发现排山倒海的东西立刻自己的思路就乱掉了，搞不清楚什么应该留，什么应该扔就半途而废了。那其实我以前呢也是陷入过这种怪圈之后呢，我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分类别断舍离。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呢，我就只整理这个类别，比如说化妆品。那明天呢，比如说我就整理我所有的书。后天呢，我可能只整理所有的鞋子。那再后天呢，我就整理衣服。而且衣服呢，我也不一定是会全部整理掉，我有可能会分成几天第一天呢，我就整理所有的裤子类；第二天呢，我可能整理所有的外套；第三天呢，我可能整理所有的上衣等等。这样把它分类别之后呢，其实你的工作量就会变得很小。而且呢，我一般会从最简单的这个类别开始，比如说我自己经常就会先从化妆品开始，因为它的工作量最小嘛，最容易完成。完成之后呢，你就会很有信心再继续下一个类别了。所以这样的循序渐进，而且每一次的工作量都不是很大，每做完一个类别呢，又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可以继续下一个类别。那这样呢，是比较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断舍离的一个好方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可以找比较擅长断舍离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到你家里来帮你出主意来断舍离。我自己就这样做过，我曾经呢飞到了洛杉矶就帮我一个好朋友整理他的衣服、鞋子和包包，真的很有成就感。大家不妨也试试看。总结一下就是分类别整理，从最简单的类别开始，这样呢就不容易半途而废了。最后全影片的精华部分来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断舍离就是扔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断舍离呢，更是一种重新自我审视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妨问问自己，这样东西是不是真的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价值？我是否愿意为了这样东西而牺牲空间、精力和内心的平静？只有跳出物品对我们的束缚，才能够真正的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自由。那最后呢，就是如果说万一断舍离不成功怎么办呢？那就不成功好了。又不是说人生必须要断舍离的，对不对？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的嘛，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做的。那如果你想断舍离，你又做到了，那就拍拍自己的肩膀，表扬一下自己，哇，我好了不起，我做到了。那如果说万一你这次断舍离又没有成功呢，那也没关系也可以抱抱自己，对自己说没关系，这次呢我已经进步了很多了，下一次呢我可以做得更好。总而言之吧，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大家就放宽心，不要内耗，想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呢才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自由。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一定要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马上就要到10万啦，大家就帮忙帮我点一个关注吧。对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和 WeChat 的购物群。如果想要看到全球更新更好的折扣，以及第一时间看到我的同款的话呢，也记得入群。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好了，Bruce 跟大家 say goodbye，拜拜，下次见哦。